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关于这个 store and forward 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应该讲说，后来大部分的网络系统都继承了这样子的概念，就是有这种大的东西不要一次传，先切成小块小块的封包或者 chunk， 然后每一个 chunk 呢，在单独的线上，无论是 word 还是 wireless 两兆双方，就完整的先把它传完到对方啊，所以对方收下来之后先 store， 然后检查一些参数或是一些check sum 没问题之后，它才会继续的根据那些 routing 的规则啊，就是我们说 router 会往往相连嘛，看它要去哪里了，再往下一站走。好，所以就是这样一站一站，每一站都要停下 store and forward， 然后每一站都要啊。好，所以一个像第25页这样子的图啊 ，A、B， 然后中间有很多不同的 R， 对不对？我们就帮它写名字吧。这个叫做 R1， 这叫 R2， 叫 R3。假设你现在的网络已经比较复杂一点点了，有 R1、R2、R3， 然后中间有，反正 ISP 会帮你设定那些网网相连的装置嘛，好，所以它现在目前就长这个样子哈。那 A 跟 B 连在 R1 上 ，C 连在 R2 上 ，D 连在 R3 上 ，R2 跟 R3 还有一个另外的连接啊。那这样连起来之后要怎么传呢？一样嘛 ，A 送的东西过去之后就要去 R1 啊，可是这时候状况比较特别 ，A 跟 B 同时都想送被那些封包啊，那些封包到 R1 上。我们刚刚讲过了 ，R1 在处理封包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等的，所以当 A 在送的时候 ，B 要等，啊 ，B 要等。那等的时候怎么办呢？没关系啊。R1 等一下要把 A 的封，要注意看哦，这个颜色都是有意义的哦。A 是绿色的嘛，对不对 ？B 是蓝色的嘛，这样子。所以 A 的绿色封包要从 R1 的右手出去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就是 A 跟 B 的封包就会需要有一个 Q， 就是排队啊。Q 的法则大家应该知道嘛 ，First in first out 哈，就必须根据先来后到的顺序。R1 要用右边的这个 link 出去的时候，就必须要排队啊。而在排队呢 ，R1 跟 R2 之间也是 store and forward， 那 R2 跟 R3 还有 R2 跟 C 之间也是 store and forward， 反正就是这样一路过去啊。那么我们就会想啊，那这样子排队，那不是就会有 delay 吗？因为你排队要时间嘛，对不对？你前面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说，好，以这个例子来说，绿色的封包哈。绿色的这个封包正在离开 R1， 对不对？那后面的下一个绿色跟下一个蓝色跟再下一个绿色就得等啊。它等这个绿色封包真的从 R1 store and forward 走到 R2 之后，下一个绿色、下一个蓝色、下一个绿色才有办法再使用这条 link 哈啊。所以 queuing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那 queuing 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这个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假想你在排队嘛，你在排队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排队的人数会越排越多？也就是前面那个我们叫做 server 了哈，前面那个服务的人员哈，就是比如说你去买台铁的票，就有一个柜台嘛。如果柜台服务人员的速度比上来的，我们叫 arrival rate 哈，来的人的速度要来得快，柜台速度比较快哈，平均而言，这个 Q 就会慢慢的消减，对吧？因为你来的速度没有离开的速度快嘛，啊，如果你柜台的处理速度平均而言比来的人的平均的速度来得慢，那就糟糕，这个 Q 就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这个很 make sense， 对不对？所以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也是这个样子的哈。如果 arrival rate to link exceeds transmission rate，transmission rate 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多快的把这个封包推出去，在这 R link 上，那不是每秒 1.5 megabit per second 吗？哦，我每一秒可以推1.5 megabit 的数据到线上给 L2， 那 L2 就会收下来。那左边就会以 R1 来说 ，A 跟 B 就会给它 arrival rate 啊，对不对？那 R1 的右边就会有 transmission rate 啊，我们就比较这两个谁快谁慢嘛，对不对？所以这边就写啊，如果 transmission rate 比较快，那这个 Q 是最终可以被消化掉的。那如果这 transmission rate 比较慢 ，arrival rate 比较快，那就没办法啊，这个 Q 就一直堆积。那我们知道哈，在
电脑的世界里面，所有事情都要靠资源嘛，对不对？那堆积这个 Q 要做什么呢？要消耗记忆体，对吧？你记忆体才能把这些 bit 存下来嘛。那你的记忆体最大能多大？1G、2G、3G、16G、32G、128G。记忆体不管怎么样，对一个 router 来说都是有限的、有限制的。所以，如果真的离开的速度 transmission rate 真的没有办法追上进来的速度，哦，就是 A 跟 B 这边有这个 arrival rate 的话，终究这个 Q 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越积越满，越积越满，终究这个 Q 最后会爆掉的，对吧？因为记忆体不可能无上限嘛，对不对？一台 router 硬体记忆体在那边是多少就是多少，所以最终是会爆掉的。所以最下面这一行 ，packet will queue in memory, wait to be transmitted on link， 这个没有问题。Packet can be dropped if memory fills up。如果你的 Q 真的满了，你的记忆体已经不够用了，结果 A 跟 B 还在猛推新的那些封包进来，想要 store 在 R1 上，让 R1 去 forward， 对不对？最终 packet 会进不来的，进不来怎么办 ？Router 就会选择性的把 Q 里面的东西丢掉。那怎么选呢？方法有很多种，以后会教。但是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 A 呀要把东西推到 R1 身上是有风险的，因为 R1 上的 Q 有可能会满，满了之后东西就可能会掉。掉我们可以用 drop 这个字，也可以用 lost 这个字。所以我们通常会讲，哦，这是 packet lost， 或是 packet dropped， 或者 router drop packet 都可以哈。好，那 memory 呢，我们有时候会用另外一个 interchangeable 字，就是 buffer。啊，这个 buffer 会满，这个 buffer 会掉，所以其实这跟一般我们在银行排队是非常相似的一个情况。在网络开发的初期呀，初期，大家我们知道嘛 ，R 会很小，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以太网络啊，那时候的无线网络都很小，就1 mega、10 mega 这种速度。可是那个时候啊，已经有网际网络了，而且 A 跟 B 的就 host 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 ，router host 的数量越来越多，所以那个时期很长发生 packet loss， 因为技术没有进步嘛，那个 R 的那个速度实在是太小了，可是我们的 demand 又很高，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数学家，不是 computer science 哦，是数学家，他们就会发明很多排队的方法。那门特别的学门叫做 queuing the theory，EORY queuing the theory， 然后知道queuing theory 这件事情就是数学家搞出来的，他们在教你怎么样排队比较有效率。你们一定可以假想一个状况，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件事情，去高铁或是台铁买票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窗口，然后是每个人后面都站了一条线？这种 queuing 的方式我们叫做 multi-server multi-queue。好，可是你去邮局的时候不一样啊，邮局的时候我们会有抽票机，对不对？所以抽票机我们就根据抽票机来去不同的柜台服务，对不对？那种 queuing 的方式叫做 multi-server single queue。好 ，multi-server single queue 被数学家证明 ，average 的等待时间是比较短的。台铁排队买票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卡在那个窗口很久，就是这个人要服务的时间特别久的时候，他的下一个人是不是很衰，就会被卡住？可你又发现隔壁的那个排队消耗的比较快，那你就觉得你怎么这么衰，排在这个人后面？可是如果你是 multi-server single queue 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被 queue， 某一个人他需要的服务时间比较久，他只是卡在那个窗口比较久嘛，其他的服务的窗口还是正常的在服务人嘛，所以很快的因为大家是 single queue 嘛，对不对？所以很快你就轮到你是下一个人。这件事情是可以直接被数学证明哦。multi-server single queue 是比较快的哦。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在网络上有排队的这件事情，所以在大概20、30年前吧 ，queuing theory 在网络的这个 domain 里面非常的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有 internet 的需求，有 multimedia 的需求，所以 A 跟 B 啊，还有这些 CDE 啊，在传 multimedia 的 content 的时候，那个 demand 很强。可是那个时候的网络，也就是所谓的这些 physical 的 link 还没有成长的跟它一样快，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 queuing theory 就可以跳出来说，我怎么样发明一个很好的 queuing 的方法，让 A、B、C、D、E 在传输 multimedia 大量的时候，能够妥善的使用这个
link， 而且是公平的使用这个 link， 不会有某一个人 dominate 这个 link。可是现在呢，又完全换了一个世代了。现在中间的这个东西尤其是在几年前，就是你有10 Gigabit 的 link 的时候，谁管你排队这件事情东西很快就消耗掉了，很快就推出去了。所以在有一段时间，好像这种 multimedia 的 queuing 的这种研究就又变少了。但是现在好像又有一点回来，为什么？因为现在每一家人都在看 Netflix， 每一家都想要看4K 的东西，好像又开始又要把这个网路线塞爆了。那就会又有更多人在研究更好的演算法或是排队的方法，让整个网络比较公平的、流畅的，可以再看这些超高流量的 multimedia 的东西。反正事情就是这样子，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有新的技术出来，然后有新的服务出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这些技术的发展和研究。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很简单的 network， 对不对？可是我们讲的真正的 network 是那种网网相连全世界可能有好几万台 router 彼此都在做这种帮人家做这种一站一站传递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这些 router 就肩负了2个基本的功能，左边叫做 routing， 右边叫做 forwarding， 他们都是专业的字眼哦。routing 的意思是什么 ？routing 的意思是说，当我是一个 router， 我的左手收到一个封包的时候，上面有写它是要从台湾去美国的。假设是这样子，它必须跟它附近的 router 一起跑一个分散式的演算法，决定你要去美国，对不对？那我要传给你是最好的不要走下面这条路，因为下面这条路往往相连可能比较远，上面这条路可以直接通过光纤电缆就直接到美国西岸。所以英文这个 router 必须 determine 就是决定 source 跟 destination。就是封包来的地方跟封包去的地方，它的 route 就是路径，它必须要怎么样 route 那个路径，会最有效率、最快可以安全抵达的 destination。那这个东西呢，必须由全世界所有的 routers 跑一个分散式的 routing algorithm。那但就很聪明的会发明这种 algorithm， 让你走比较短的路径，可以通的路径，然后就一站一站的能够到远方去。这个功能叫做 routing， 就是左边这个功能叫做决定路径的演算法，决定怎么走叫 routing。右边那个功能叫做 forwarding 这个功能叫做 move packet from router's input to appropriate output。也就是说，你必须集结一些物理电机系的人他们做那些晶片把封包从你的左手换到你的右手。这个叫做 forwarding。那我们说嘛，刚刚不是看吗 ？router 有48只手48个 port 对不对？通常是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这个封包从1号去5号还是去8号？就靠 routing algorithm。所以 routing algorithm 一旦决定了，好，我现在进来要从1号进来，然后等一下出去要从5号出去的话，这个是 routing 决定的。可是 routing 决定完之后，我们必须要有 forwarding 的晶片，把你封包从1号的基体移到5号的那边，然后5号的 Q 从5号的 Q 那边出去。这是2件不同的事情哦。routing algorithm 通常都是资工系的或者是数学系人在发明的 ，forwarding 的 mechanism 通常是电机系的人或物理系人发明的晶片在做资料的传导。这是2件 routers 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会分得很开，好吗？所以你要明确的知道 routing 是指决定要怎么走去哪里 ，forwarding 只决定的是它要怎么样传递那些讯号到适当的 port， 从适当的那个 port 出去。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讲一些古代的故事了就是说呢，那除了 store and forward， 除了这种 routing forwarding 的机制在帮我们传递封包这些 router 在传递封包之外，难道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传递封包或是资料了吗？有。叫做 circuit switching， 但是 circuit switching 已经没有人在用了。好，那为什么没有人在用，但是课本又要讲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历史缘由的。好，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历史缘由有什么 ？ADSL 它的历史就是 phone line， 上面是传 analog 的，所以你需要有 modem。那因为它是专用的，所以你家的 ADSL 也是专用的。好，这是一套。另外一套 cable modem， 因为它原本是看电视的，所以它原本只有下传。
所以它是 share 的 link， 所以你的 cable modem 在下传的地方就是 share 的，然后上传的地方另外找线路其他上传啊，所以它东西就是 share 的。那它在广大面积的地方比较常用啊，小面积常用台湾哈，也比较常用 ADSL。那 Circuit Switch 它的背后原理是什么？就一样是电话线。我们上礼拜已经跟你讲过关于电话线那个 Switchboard 的那件事情了，对不对？什么上海123要打电话到香港456，中间需要有一些电信总局的那个小姐在帮你插那个 Switchboard， 对不对？那 Switchboard 一插上去之后呢 ，Switchboard 就好像是专线一样，从上海123拉一条专线到香港456上面去，对吧？那条线根本就是你在打电话这个时候专门给你用的。那也就是继承这个想法，在 Packet Switch 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之前，因为大家只有电话网络嘛，所以大家就想说，那我们那时候传封包或者传资料也走电话线的模式好了，所以就会像上面这个样子啊。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边有很多 router， 对不对？这些 router 就是以前的一些电话总局啦，啊。那 router 不是画一个叉叉吗？不是要有一条线吗？以前就是靠小姐那个总机小姐在那边插那个 switchboard 上的线。好，那所谓的 circuit switch 是什么意思呢？是左上角的这个 A 电脑啊，左上可能就 A 好 A 电脑 ABC 啊，那一样以前一样有电信总局嘛，我们这边也用 router 来做哈 R1 右上角 R2 左上角 R3 右上角 R4 这样子哈。假设以前电信总局是这样，那在电信总局的基础之下，如果我们要发展网路的话，要怎么传资料呢？就是这样子，来左上角 ，end-to-end the resources allocate to reserved for call between source 跟 destination。假设现在 A 跟 C 要传一个 message， 一个资料，一个 line， 一个档案，不管了，传资料。那如果在 circuit switch 的情况下要怎么做呢？A 呀，就要先打电话，打电话只是一个拟人词哈，给他最近的 router R1 说，嘿 R1， 我想要跟 C 讲话。这时候 R1 怎么办 ？R1 就会想办法找一条固定的路线，就跟那个小姐找那个上海123到香港456一样，找一条路线。他说好，那我先跟这个中间这个浙江省的某一个电信总局沟通，好，那我们先把那条线插上去，啊，所以那条线就会被独占的插上去。那 R2 的那个 switchboard 的那个 operator 小姐就说，哦，那你要去 C 啊，那我们就去 R4 吧，他就把那条线给插上去。然后呢 ，R4 就会打电话给 C 说，你赶快接电话吧，这边的线路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前，如果走 circuit switch 的思路来设计网路的话，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把 A 到 C 中间经过这些 router 的专线，全部由 router 把它搭上去，把它建立起来，而且这条线就是专线哦。然后你就在这条专线上开始传你的资料。你这条专线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就是 A 跟 C 挂电话的时候会结束。啊，那挂电话是拟人的说法，就是 A 跟 C 可能有些电脑的程式，他们两个跟 R1、R2、R4 会沟通说，我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传完了，那你请你帮我把这个专属的线路把它拔掉，我们 A 跟 C 没有要再传东西了。所以如果有一天 A 跟 B 要传东西的时候啊，对不对 ？A 跟 B 要传东西的时候啊，那怎么办呢？专属的那条线路可能不止一条嘛，所以 A 呢就会另外再开一条线路给 R1， 那 R1 会找一条空的线给 R2，R2 就找一条专线到 B 的家里，就这样。那有没有可能 R1 跟 R2 中间所有的线路全部被各种不同的专线占满？有，那 R1、R2 就没有办法再 accept 新的线路进来了。那怎么办？那 A 如果要传东西给 C， 还要再传的话，那 A 可能会说，哎，现在 R1、R2 已经没有线路可以用了，你要不要去走 R3、R4 也可以到 C？ 那可能就会开另外一条线路出来。那条专线在 A 跟 C 没有挂电话之前独享哦，就算你不讲话不传资料，那条线也是被你 occupy 住的，就跟打电话是一模一样。你打电话你通了之后，你电话不挂掉，那条线路就是你专有的。In diagram, each link has 4 circuits 啊，在每一条R1、R2、R3、R4 的线路上都有4个回路啊，叫 circuit， 4个回路啊。Call get to second circuit in top link and the first circuit in the right link， 就是讲说 R1、R2、R4 在建立 A
A、R1、R2、R4、C 的这条路线的时候，他们就会选一些空的 circuit 线路来使用。Dedicated resources 就是说这个线路这个时候就是 AC 专用，紫色线就是 AC 专用的哈。No sharing 没有分享，它是 circuit light 的 guaranteed performance， 也就是说这条线路因为现在你专用的，好，所以这条线路上如果这时候能够提供10 megabit per second， 你就可以用到完整的10 megabit per second。如果它提供100 megabit per second， 你就完整的用到100 megabit per second， 所以你的 performance 基本上是 guaranteed 的。Reserve 的 resources 整条都是你在用的 ，no queue。这时候呢，在以前的思路上就不需要有 queue 的存在，因为这条线路是你专用的啊，所以你 A 丢一个 bit 过来 ，R1、R2、R4 跟 C 就会陆续的收到那个 bit， 然后送给 C。你专用的嘛，这条线都已经没人跟你抢了，不会有 packet loss 的，不会 packet 不会被 drop， 然后线路可能都保护得很好，不会有干扰。Circuit 的 segment idle if not used by call， 也就是说 circuit 如果没有在用的话，像这边看到很多绿色的线，对不对？没有人在用嘛，那条线就浪费，就会 idle 在那边，因为没有人去 reserve 这条线来用，对不对？Commonly used in traditional phone network， 就是它是从电话的那个思维过来的，好，这叫 circuit switching， 可以吗？好啦，那我们现在当然就是要问嘛 ，circuit switch 跟 packet switch 两个不同的思维啊，它们的好处跟坏处是什么？好，我们来看好处，我们来看这个 circuit switch 的好处，第一个是专用，你可以用到最大频宽，你基本上不太会发生 lost 或是 packet drop 的状况。它的坏处就是没有那条线路，如果没有人在用，就会 idle， 就浪费那个资源。假设一样哈，这里有个 A， 都是真正的 router。如果 A 要丢东西给 B 的话，啊，那是不是 A store and forward 到第一个 router R1， 对不对？然后呢 ，R1 收到之后先 Q 进来，然后可以看，R1 跟 R2 中间如果没有东西要传，好，那就可以继续 store and forward。到 R2 再传给 B， 好，可是你要想哦，这个是因为这个状况太简单。如果这个状况在更加的复杂的时候，比如说这边有 A1、A2、A3， 这边有 B1、B2 跟 B3， 好，这边有 C， 这边有 D。你要想，如果这时候 A1、A2、A3，A1 要送东西给 B1，A2 要送东西给 B2，A3 要送东西给 B3 的时候。如果是 circuit switch 的话，他们就要在 R1 跟 R2 上 reserve 3条不同的 circuit， 并且占用那个 circuit， 对吧？可是如果是 packet switch，R1 跟 R2 中间只要有一个 link 就可以了。他们额外做什么事情呢？在这边设个 Q 啊，你就让 A1、A2、A3 在 R1 那边排队，然后你中间可能拉一条光纤。拿到 R2 也是啊，到那边 store and forward 之后，就分送到 B1、B2、B3 了。所以中间那个 link 就可以被 share 使用，管理起来就比较简单，可以吗？好，那即使像是 D 这样子 ，D 如果有一天要传送给 B1 的话，它一样可以走上面那条路，然后跟大家一起去排队，对不对？它不需要额外的要占掉第4个 circuit。你占掉第4个 circuit 之后 ，R1 跟 R2 就没有 resources 再给别人用了。那 R1、R2 就相当于已经没有这个 resources， 大家就要绕远路了嘛。可是，在 packet switch 的情况之下，大家就进 Q 啊，大家来比看谁进的 Q 时间快嘛，对不对？这样子就比较有 share 的感觉。那再稍微讲一下吧，在 circuit switch 上面呢，你说一条线要分成4个 circuit。5个 circuit、6个 circuit，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在无线的频宽里面，我们也可以用 frequency 来分不同的 channel， 对不对？好，所以上面呢就是这个意思。在一个很大的 band 一个频宽 spectrum 里面，这边分了8个嘛，这里有8个不同的路，8条不同的路嘛，哈。那他们呢，就是按照频率frequency 来做分割，所以这个方法叫做 FDM， 叫做 frequency 的 division 的 multiplexing。
也就是说，单一条线，不管是光纤还是铜线，如果它是里面的物理性质是可以分频率的话，那我就分成小频率、小频率、小频率的东西。你可以让做 circuit switch 的人，要记住好，这个 title 是 circuit switch 哦。在 circuit switch 的人呢，每一个人占一个 frequency 的这个 band 这个频带，好吗？所以这边就可以发8个频带。那如果以刚 circuit switch 的角度而言，你就可以有8条。视同于8个不同的线路啊，但是因为它里面是 frequency 可以分嘛，那就分成8段。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叫做 TDM（Time Division 的 Multiplexing）。它意思是说，我虽然只有一条线，可是我现在如果要硬分出4个不同的 circuit 的话，那可以怎么分？很简单呢、用时间分。第一个 time slot 给蓝色的，第二个 time slot 给绿色，第三个给橘色，第四个给桃红色的，然后周而复始，周而复始。这样子我也可以稳定的给不同的 user， 在固定的时间之内，你都可以得到固定的频宽，对吧？好，所以你在做 circuit switch 的时候呢，你也不是说真的这边画4条线就是4条线啊，有可能是你也还是只拉了1条线，或者一条超大线，或很多条线。但里面呢，我们可以根据 frequency 画出不同的 channel， 每一个 channel 给一个不同的 user 用。下面 time division 呢，根据时间画出不同的 time slot， 每一个不同的 time slot 在一轮之内给不同的 user 用，达到 circuit switch 的这个效果。我们一般在听 FM 的广播，就是上面这种方法，调频嘛 ，FM 是调频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个 band 里面就是一个语音的那个 radio 的语音的讯号。那么我们可以假想一件事情，那 FDM 比较好还是 TDM 比较好？因为同样是拉一根线嘛，对不对？那我现在上面的物理性质，如果也可以做 TDM， 也可以做 FDM 的话，我到底要做 TDM 的比较好，还是做 FDM 比较好？那通常有一些考量啊，当然有一些考量啊。如果你是打电话这种东西，打电话，你大概就会选 FDM。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的 user 哪一秒钟会讲话，所以你就只好让他每一秒钟都有机会可以讲话。只是你讲话的音质比较不好，因为你的 band 频宽比较小一点点啊，就只要听得清楚就好了啦。好，那因为你下面这种方式，如果你的 time slot 切得太大的话，有可能他讲一连串的话，可是他有时候是在第一个 time slot 的声音才到，有时候在第二个 time slot 声音才到，这样好像对即时通话这件事情不太合理嘛啊。如果是 real time 的 services， 通常我们会选择上面的这种 frequency division 的方式。但如果你的 services 没什么差，比如说我要传一个1 mega 的档案好了，那这1 mega 的档案有没有及时到呢？或者少半秒到那种东西，我可能不是很在乎的。那或许我就可以选择 time division。你看嘛，这样子是不是每一个框框是一个4个 time slot， 对不对？是一个 time slot 啊。我可不可以在第一轮的时候把蓝色的分给第一个同学，绿色第二个同学，橘色第三个同学，然后桃红色第四个同学，可以吗？那难道我第二轮的时候，我一定又要在蓝色分给第一个同学吗？可以不用啊，我可以在第二轮的时候把蓝色分给第5个同学。如果第一个同学已经离开，就是已经没有在用这个服务了，或是他会暂停，所以 time division 对于这种应该说比较尖巧的这种有那种安排的事情的话 ，time division 比较容易安排。可是 frequency division 通常 frequency 切出去之后，你就是让它 real time 的一直用到它挂掉这个 signal 为止啊。通常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了，但是实际上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好吗？好，我们来教一个比较麻烦的数学式子了啊。这个数学式子真的是相当的麻烦，就是我们要来评断 packet switch 跟 circuit switch 啊，在这2个不同的思维的情况之下。我们为什么最终还是就是选择了 packet switch？ 因为它的效率真的比较好。我们来假想一个数学的算法哈，来，假设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在一个网络里面哈，左边有 n 个 host、n 个 user、n 个 device 哈，随便你都可以哈 ，n 个，然后他们共都插在同一个 router 上，好 ，router 很多口可以插嘛。那很可惜的是，这个 router 往外啊，只有一个超小的频宽1 megabit per second 的 link。那我刚刚不是讲吗？所有人都会传东西，
所有人都会 queue 在这个 router 上，那挤着要从这个瓶颈这个 bottleneck 出去嘛。那每一个 user 有一个假想的平均的使用方法是这样子的 ：each user 100 KB per second，kilobit per second when active， 也就是说这 n 个 user 如果一旦他要用这个网络的时候，他会吃掉100K 的频宽。那你想嘛，这个 n 个 user 吃掉100K 的频宽，右边只有一个1 mega 的频宽，对吧？那如果在 circuit switch 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右边最多就配置10条而已，就满了吗？每个人用100K，10个人就1 mega，1 mega 是不是就把右边塞满了？所以在 circuit switch 的情况之下，虽然左边 n 个人可以轮流用，因为电话可以挂掉嘛，轮流用，可是同时最多只有10个人可以打电话，也就是10个人可以传资料。可是在 packet switch 就不一样了，我们有一个假想的，每一个那 n 个 user 只有10% 的几率他会想要打电话，比如说一天有24小时，他只会有2.4个小时的时间想要传资料，就1/10啊，你就这样假想比较快。那么在 circuit switch 的情况之下，只有10个人可以用嘛，下面不就写了吗？那左边 packet switch 呢就很妙咯，他问你一个问题，假设这 n 有35个人的话，我们可以计算一个几率，这个几率是什么？这个几率是 probability。probability 是什么呢？ active 的 user 大于10的情况之下，这个 condition n 等于35。我要计算一个 probability， 这个 probability 是如果我 n 是35的情况之下，我的 active user 是大于10个人的几率是多少呢？课本有算一个答案告诉你，是4/1000，还蛮低的。应该说超过10个人的几率只有4/1000，也就有9996的几率，这个系统刚好有人在用，小于10个人的几率就是9996，只会有非常非常不太可能会出现的几率，刚好有11个人用，12个人用，13个人用，一直到35个人用。而且你想那个假设active 10% of time 其实是蛮一般的水准耶。你平常在传资料的时候，你也不是24小时的每1秒钟都在传资料啊，那不就表示10个人以下的几率以上的几率很小？那也就是说，这同时让10个人用，或许这个系统还撑得住哎。所以这里是不是跟你讲说，如果你用 circuit switch， 你最多就是10个人同时用。可是，在 packet switch 的情况之下，你有35个人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同时用。可是这所谓的同时是平均而言，你只有10% 的 active time。然后你什么时候会塞住？很小啊，4/1000，4/1000才有10个人同时用。为什么10个人同时用会塞住？因为刚刚那个假设还是在的嘛，100K 嘛乘以10是不是就1 mega？ 所以在绝大部分的时候，你传100K 的东西出去是不会有 bottleneck， 不会有那个塞车的感觉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低于10个人在用，所以外面1 mega link 绰绰有余来应付这10个人。而这10个人的基底是多少呢？是35个人，然后只有10% 的 active time。这个数怎么算出来的？如果我要设 P 如果我的 active user 刚好是1个人的时候，你看小于10就是你把几率是0，A 是0，1、2、3、4、5、6、7、8、9的人的几率全部加起来就是小于10的几率嘛，对不对？那1个人的几率怎么算？2项式分配嘛，对不对？这里不是有1个人要用吗？对吧？35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要用，对不对？所以那一个人会 active 的 ，active 不是10% 吗？就是 0.1 的几率有某1个人会用，然后剩下 0.9 的几率，剩下34个人都不用，就是1个人用的几率嘛，就二项式直接算就好了嘛。然后你就把0个人用的、1个人用的、2个人用的，一直算到9个人用的，把它全部加起来，然后再用1去扣掉它，就会是4/1000了啊。这个回家自己算就好了。那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大于35个 user 可不可以？可以 ，n 继续往上加是可以的，只是你看那个几率就知道嘛。你看那个几率的算法就知道说，那同时10个人用的几率就会变高了嘛。
对不对？那你就会显然的感受到，就不是4%的拥挤了，是更高几率的拥挤了。好，所以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你有时候我们在有时候配置网络的时候，不是随便乱接就好了，有时候你是需要一些事前的数学规划的。那这个规划很可惜，关于规划的部分，绝大部分不是在网络课教，是在另外一本书叫做《高等网络》里面教。可是我们没有开那门课啊。如果你对这种 performance 计算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找看高等网络的课本。好，第一个 packet switch 大致上会比较好啦，啊，大致上会比较好了哈。那packet switch 的问题，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吧。Is packet switch winner？ 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 packet switch 一定赢吗？啊，如果你的资料量啊不是稳定的，应该怎么讲呢？我们刚刚不是假定是每一个人会传100K 吗 ？bit per second 吗？如果有的时候你要传1 mega， 有时候你要传很低，有时候很高。如果你的传输啊没有很稳定，比如说你一下要传大档案，一下又只传 line 的资料，那就是你的 burst。我们把这个字叫做 burst 哈，这个字一定要记得哈。bursty 的 data 或是比较 burst 的 data 的话，那 packet switch 会比较好。因为你看你的资料量大的时候，就是你的封包数比较多，那你就跟着大家去排队。好，那你资料量比较小的时候呢，你就一样包成封包啊去排队啊，你不会独占某一个 circuit 的线路。因为你看啊，我刚刚不是讲吗 ？circuit switch 是独占线路嘛，在独占的线路上，无论你要传高，你就传不出去了；你要传低，你就浪费你那条独占的线路的频宽。所以 packet switch 让大家去排队，实际上对线路比较好，对 burst 的资料比较 friendly 一点，就这样子。因为你的 resources 是 share 的，好吗？然后它比较简单，它不需要 set up 那些中间的 R1、R2、R3、R4， 说把那条专线做出来，不用。packet switch 不用做这种事情，所以比较 simpler。那所谓的把那个线路做出来的专业的字眼就叫 code setup。这个字眼一样是来自于打电话啊，打电话需要 code setup。On demand 就是你想传就传，你不需要 code setup， 所以你想传就传，不传就不传，啊，就不会有 setup 的问题。再来呢 ，congestion 就是拥挤的意思，拥挤。那如果是 circuit switch 线路都是专用的，就不会有拥挤的问题啊，因为那个线路就是你的啊，对不对？而如果是 packet switch， 刚刚不是讲说大家去排队吗？那排队的 queue 就有可能会满了 packet 就会 loss 你的资料就不到，所以这边就有说了，当比较拥挤的时候，你的封包、你的资料会比较慢才会到，或者再更严重一点，你会掉。那慢或是掉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呢？在下一章的时候我们会下一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啊。所以啊，在下一章我们就会介绍不同的 protocols， 它会跟你讲说，如果我要 recover 这些 delay。如果你东西掉了，我要重传，那些事情要怎么做呢？就是下2章的时候会介绍。那我们就称之为这个叫做 reliable 的 data transfer。东西掉了要重传，东西 delay 慢到了要重送，要送得更快一点。东西送太快了，要跟 sender 说你不要再送这么快了，我的 queue 早就爆炸了，对不对？你不要再送这么快了。这些事情全部会在第3章的时候讲一遍。我们一般来说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不太再使用 circuit switch 这种技术了哈，因为毕竟它太麻烦了，所以我们大部分东西都是 packet switch 的，只有市化还是用，因为市化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那全世界当然就需要有很多各个国家的 ISP 出来把自己接在一起嘛，对不对？中间那个字嘛 ，interconnected。那我们就直接看图比较快了，就这样子啊。每一个小小的蓝色的都是一个 ISP， 而全世界可能有好几百个 ISP 嘛，对不对？那一种烂方法，你让所有的 ISP 每一个人都拉一条 link 连到另外一个 ISP 身上，形成一个 complete graph。大家知道什么叫 complete graph 吧？哈，那么不合理啊，对不对？全世界，比如说假设美国好，美国多了一个小 ISP， 就多这么一个人，那他拉多少线到全世界剩下的 ISP 呢？好几百条线拉到人家身上嘛。所以这种所谓 complete graph 是不太 make sense 啦，不太 make sense。所以大部分的情况是这个样子。有很多跨国的集团，他们就开始 form 一个跨国的 ISP。
所以他们先在这些跨国的 ISP 里面把自己网相连之后，再拉一些小的 ISP 连到自己身上。如果有新的小 ISP， 那小 ISP 只要跟跨国的 ISP 拉一根线连上去就好了。那跨国 ISP 如果要增加自己的容量，在 Global ISP 的中间绿色这一层里面，再多拉一些光纤，把那些 routers 彼此相连在一起就好了。这样子会看起来比较 efficient 一点，但是它的管理还是蛮乱的啊，它的管理还是蛮乱的，所以实际上比较像是这个样子。比如亚洲地方啊，我们就台湾、日本、韩国，我们就奉一个跨国的一个小集团，然后把那些韩国、日本、台湾的小 ISP 全部都集中在那个人身上，然后我们再合伙去跟澳洲、去跟美国谈 ISP 的互相相连。所以渐渐的你就知道啊，其实这个 scenario 就会比较像是树状的结构了。第38页的那个树状的结构，就是小的先集中起来，到中的再集中起来，到大的集中起来，再互相相连。然后呢，中间有个很特殊的角色，就是刚刚跳过的那一页里面讲的哈，在第36页那边讲的。那把那些大的人全部粘在一起的呢，叫做 Internet Exchange Point， 就是 I-P， 就是我那天给你们看过的那个图。还记得我们那天看的那个图吗？哈，记得那个给我们的那个图嘛？哈，有一个这个连线的这个图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些有没有这个那天没有讲的。我们有一些台湾籍的，或者台湾跟国外的人去拼出来的，就是所谓的交换中心，所以他们都叫什么 X 什么 X 什么 X 什么 X， 嘛，有亚太的啦，有台北的啦，台湾的啦，还有一个 TW 的这个，好，我们会有这种连外特别的这种连外中心，对吧？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连到连外中心上，啊，还有些人是直接连到国外去。Google， 你看 Google 就拉了4条线到台湾的4个连外的中心上，那 Google 也有自己拉电缆到，他没有直接拉到国外啊，好吧，那就拉到四方电信。四方电信在内湖，四方电信是一个专门做这种 ISP 互相连接的东西的公司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也蛮伟大的哦，它连了很多线到国外去，好吗？所以就这样咯啊，这些会有这些相连的 link 啊，然后会有一些小区域的，黄色就是小区域的啦，然后或者是比较大区域的，反正最后就是长这个样子的。那一般来说，我们就会分成你是哪一等级的 ISP 啊 ，Tier 1的就是美国国际的这种或者是 Tier 2的。那 Content Provider Network 这个我们要在最后一章才会讲啊，所以我们就跳过了。好，这个范例给大家看，美国的一个 ISP， 它互相内部相连，其实跟我们刚看台湾的那个 map 是一样的意思。好，没有了，1至3就没有了。